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雨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雨，黄沙淘尽，旧梦醒，迢迢前路去。举中举，散如云，步步险中影，纵使真剑气，一命破残局。举中举，冷落雨，缓缓虚实境，天地作棋，红尘的乐趣。落钻入心，无悲喜，佛经小说里放回去，知情。那日血溅红墙，我方知申公从无真情。若有来生机缘，我愿将如何步步踏错，万劫不复，说与你听。我叫楚昭，生长于一片名为云中郡的大漠。此地边陲常有瘦墨铁骑踏尘来犯，我自幼失势，独与阿爹相依为命。父亲乃边军将军，铁甲未卸10余载。我心中的娘亲，是儿时阿爹跟我一句句描绘出的样子。楚都是娘亲昔日所居之地，我心常念欲往一关，然而阿爹有令，禁出云中郡。直到我如今身量成长，亦可策马驰骋。他一人一骑就抵了千军万马呀！这就是单骑破朔漠。好，娘子这么俊俏，买一枝花吗？车骨肌，人间魔，连刃成为举妹成木。当楚都景象真切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，我才清楚地意识到，我多想我娘亲还活着，我多想她就在我身边，为我细心挑选极其的猪产，看到我长长的模样。光天化日，怎么还动私刑？大白丫头，滚开！这个孽障，昨晚烧了魏家村，害了46条性命啊！死有余辜，打死这个孽障！按大处理，私刑致死者与杀人无异。哎呀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，祖宗，你消停点吧。打扰了，周叔，他们是在草菅人命，听话啊！凭什么拦我？明明是他们有错。你不审不问，定人之罪，私处人命。你不懂，大家族这些弯弯绕绕的事儿，别。上一世，
安平之乱发生在25日后，我和萧巡下狱初8的大婚。当日，若婚礼办不成，太子和三皇子是否就不会一起毙命？安平之乱也就不会发生。下一个，走过来。这个节奏一定要记住啊！这样，快点，快点！哒。是他。傅九，怎么还未回边郡？在下奉将军之命，护送娘子的嫁妆。待礼成之后，自然会回边郡。那你可否带我离开？现在就走。在下只听将军之命。可是，遇到什么麻烦？不是。在下暂居驿馆，若真的有事，可随时来找我。娘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世子待您那样好，聘礼堆了满院，婚期也近在眼前，怎么突然要走啊？若是想念将军，我们可以给他写信啊。我得回去，我要回去见我阿爹。我身边到处都是萧巡的眼线，要想办法离开楚都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谢燕来化名傅九，现为楚家舍人，已经到了楚都。我这个弟弟倒是越发出息了，竟成了楚灵将军的亲信，为他掌上明珠送嫁。楚灵又怎样？在我高阳谢氏百年大族面前，他不过是个小小的卫将军。公子长姐乃当朝太子妃，又生了个小皇孙，往后这朝中势力……休要放肆！我谢家祖上虽有幸出了几位宰辅，但始终游离在楚。陛下驾崩！安平之乱至此而终。这一时，我斩断了萧巡的登基之路，而与他的这场诛心戮命之举，方才起始。恭喜长公主得偿所愿。你也是，邓太傅。荣华富贵，你也如愿以偿。禁军统领参与谋逆，已被诛杀。这个位置，关乎着整个皇城乃至皇族的安危。长公主，可有人选？阿九。长公主，这是做什么？这是本宫第一道长公主令，楚氏舍人傅九，自超卓尔为禁军统领，特许殿前带刀。太傅可有异议？你别后悔，
你别让我后悔。将军，出都800里加急！出都800里加急！将军，将军，出都800里加急！陛下驾崩，阿昭当上了长公主。这孩子都经历了些什么呀？朝堂上的明刀暗剑，可比边关凶险100倍呀！至少他现在是平安的，平安就好。将军，有敌来犯！整装，出发！我千算万算，这局棋竟然让心爱之人搅乱。若不是楚昭搅局，我们何至于受这等嫌弃？我还是要谢谢他。他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：再精妙的棋局，也敌不过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数。就像这盘残局，我原以为十拿9稳，却忘了对手未必会按你的路数走。我算尽人心，却唯独漏算了阿昭。谁能想到，那个曾经在人前哭泣的小女孩，如今竟有胆量在乱局中执棋？不过，这样的错误一次就够了。受礼，玄鸟降息，集中挑，列祖威兮，震八荒，神之革兮，云飞扬，赐福泽兮，润家邦。谢远方总领宗庙祭祀一应事务，连无锡的祝祠都要他们过目，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吧？明日祭祀，只需燃起香草，距离香炉至近之消雨，便将当即吸入毒烟。阿昭虽定会百计提防，然待毒烟升起，他的长公主之位就此终矣。怎么了，阿宇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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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阿宇？阿宇，你醒醒！阿宇！豺狼犯自卫，长公主命格，攻克地性。你醒醒！此乃阿宇，朕要绝我大楚龙脉。长公主，还未贺喜你高升呢，邓太傅。忘忧啊忘忧，你何时也学会取笑别人了？我是替你开心，
这么多年，总算熬出头了。不过，你真的不担心吗？那个楚昭，你了解他多少，就敢这般帮他，甚至不惜放弃与萧寻的合谋？我帮的并非是楚昭，我帮的是自己的锦绣前程。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越是看起来简单的棋局，越是暗藏杀机。这可是年少时我们学到的。不会，因为我可进可退。但他明知道萧寻有意毒害小皇帝，还在这种情况下把那孩子当作诱饵，只为除掉萧寻。这可是一招险棋。死中求活，险中求胜，谁当着皇帝我不在意。只要我还在这高位，就无妨。我输了。太傅，老太太请您用膳了。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拿你当诱饵。我曾向先帝起誓护你周全，如今却让你深知险境。我不配做你的姐姐。姐姐不要这样说，这是我们的计划。你看，现在真的没事啊。姐姐不用难过，我母妃说。这手工编织的长命缕最见心意，每一道绳结都能锁住福气。姐姐能给阿玉亲手做个这个，我很开心。你说配个玉这么挂着可好？或打个金锁，看起来贵气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姐姐没有对不起我，这是我们一起想的这个计划抓坏人，只是这个坏人是皇叔，阿玉还保护了姐姐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舅舅，你拿什么好吃？这又是何苦？就不怕他真杀了你？杀我？杀我，他朝堂避乱，不过是长公主羞辱人的伎俩，想出口气罢了。那你是背弃盟约，是要与长公主为敌吗？盟约？他何时在意过这个？他把禁卫军的兵符交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谢家人，他这是结盟的诚意。但倘若兵符在你手中，他还有几分活路？萧玄不能死，至少现在不能。为何？这就是你说的后路。先帝下的遗诏，萧玄曾经被先帝下旨继承大统，之后有了后面横生的枝节，才拱手将皇位让给了萧雨。世子，世子府如今门庭冷落，连檐下的鸟儿都绕道而飞。太傅竟然敢主动联系铁鹰，倒真是稀奇啊！不知世子可曾听过
潜龙在渊。太傅大人深夜到访，莫非是要教本世子看相？可惜呀，太傅看走眼了。如今站在你面前的，何来潜龙？不过是一条砧板上的鱼肉罢了。不，本官是来给世子指一条路，一条通往萧南郡的路，也是鱼肉跳回江河的龙门。为何要帮我？纵观历代朝堂翻云覆雨，诡谲莫测，我不敢把全副身家都压在一处。从前是，现在也是。帮你，是因为我有更值得下注的底牌。不就等他谢燕来回来吗？至于咱们这么多人在这等吗？就是他是个什么东西？行了行了，家主吩咐的。怎么了？是要干什么呀？谢燕来，大晚上你发什么疯？就是发什么疯？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我说话？重新说一遍。你别以为你得势了，你就欺负人。就是啊。仗势欺人，不是你们最擅长的。我们谢家可没有这样的破烂货，竟然是公然滥笑，要是笑啊笑啊！听说他现在比三公子还要得势。他如今任皇家禁卫统领，是那长公主亲自安排的，眼见得了势，指不定会怎么报小时候的仇呢。九公子，按照三公子的吩咐，给您刚腾出了一个院子，我带您过去。带路。哦，是。阿爹，阿爹！谢岩方向借刀杀人，邓毅在等鹬蚌相争。但是阿爹的身体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我明明记得上一世，阿爹此时不曾病重，大婚之后才因为那有毒的沙枣膏，身体每况愈下。难道是我疏忽了什么？公主，喝点水吧。公主，您别急，我来给您算一卦。玉。宪兵府。
是边军惯用捆绑犯人的手法，难道出内贼了？我们是望城信兵，山匪穿了我们的衣服，往北曹镇那边的驿站去了。北曹镇驿站直通云中郡。看姑娘举止仪态不似寻常人家，为何会沦落至此？阿娘疼我，说想让我看着金贵些，日后找婆家也能少受点委屈。哦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可不是姑娘家能来的。若遇草寇，您身上的信报比我值钱。夜路崎岖，你又孤身一人，若遇歹人，怕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当真出个意外差池，后悔可来不及。你也是女人，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说话时，头部无突出，桡骨角度平缓，锁子甲肩胛下垂3寸，说明肩部窄于正常男比。膝盖垂直内收，落地时足尖先触地，而非全脚掌，是女子避免裙摆沾尘的下意识动作。破绽不在于伪装，而在于习惯。婶子，你的样貌伪装得很好，但长久以来的动作习惯却骗不了人。你早就知道我们不是性兵。我从小在军营长大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士兵。而且，你们的种种行为不像是信兵，倒像草寇。既然你已经识破，为何还要跟我们走？婶子不也一样吗？丽娘的那句至死不悔，到底还是露了破绽。你早就看穿了，不也还是让我跟着吗？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哎呀，是个聪明丫头，可惜了，聪明人都活不。铁鹰手下有一支精锐，最善暗战，夜袭乌阳关，火烧盘营口，屠戮青石寨，倒是从未失过手。这支队伍我有所耳闻，他们出手之时，必是月黑风高之夜，所过之处鸡犬不留。这么看来的话，我们恐怕胜算不高啊。但也不低。这支队伍之所以擅长夜袭，是因为这些士兵听力过人，所以才在黑夜中如入无人之境。也不是没有破局之法。如果利用竹林提前布置陷阱，趁其不备困住他们，再从暗处弓箭伏击，这样或许可多出2分生机。哨声是仓木寨的暗号，你可以用它让寨子里的人帮你布置陷阱，行动时用这个和他们沟通。多谢。铁鹰交给我。雕虫小技。啊！
准备，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报！报！苏某明北门陈兵1500，东西南3处校门各陈兵500。哎呦，不多，这还不多啊！望城屯兵只有500，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禁军呢？仗还没打，说什么丧气话？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？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，你们防备如此疏忽啊！800也打不过3000，放屁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？你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祭旗？3000兵马入境，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？除了萧玄，还能有谁？这是打开自家后院，引狼入室。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，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，就有几率护送长公主出去。对呀，阿昭，你此刻走，我们断后，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。不能走。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，更不能让萧玄的计谋得逞。望城在云中郡后方，若是朔漠打下望城，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。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，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，萧玄再趁乱夺围。所以，望城不能丢，我也不能走。你没事吧？葛大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？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位是苍木寨的葛寨主，这位是葛大婶。苍木寨，山匪。对。我们从东门闯进来，那边约莫有500朔漠人。葛大婶，你来得正好。如果需要，吩咐便是。我们先回府衙议事。你跟那丫头只字未提。葛大婶，苍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，楚昭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先前对抗萧南追兵，已是连累大家。如今望城危急，竟又要拖累你们。话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，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。敌军当前，谈什么拖累？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。记着。长公主说的没错，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。殿下，将士们备了薄酒，赏你好歹是喝一杯清酒以后再走吧。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们要赶往云中郡，耽搁不得。殿下，哎，丫头着急回家，你来这做什么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诸位的好意，我都心领了。殿下，再去路上吃。乡亲们，大军开拔，切莫挡住道路，耽误行程。好意心领了。大人，太傅到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谢大人深夜仍在操劳，实乃朝廷栋梁啊。太傅深夜到访，不会只为了夸我几句吧？本官是来贺喜的。
谢大人，望城一役可谓大捷。太傅何出此言？望城大捷是长公主运筹帷幄。当然了，还有九弟冲锋陷阵，不过本官也不敢居功。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，助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。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，便是有望接手了。谢大人，好算计。太傅糊涂了，九弟的禁军统领是陛下亲封的，怎可随意离开皇城？再者说了，边军哪有那么容易接管？对别人或许不易，但是对谢大人来说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毕竟你那九弟能调动苍木寨山匪为他助战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，自己与那群苍木寨的山匪，在这魏家村的渊源。太傅，有些话说出口，可就是。我与先帝萧景年少相识，曾以为我们会是彼此一生的挚友。萧景说要做明君，我便许诺为他守江山。朔漠集结5万骑兵，云中守将请求增援，让我去。你说什么？云州乃边境要害，不容有失。可我怎能刚登基，就把你派去最危险的地方？正因为你是新君，才更需要一场胜利。卓楚灵任魏将军，统领边军，即日赴任云中郡。那一日，他将代表权力的龙吟宝剑递到我手中，可再利的剑，也斩不断宿命。我步入云中的第一站，便遇见了他。男人小儿，可敢与我一战？朔漠女将军阿兰若英，后来在荒丘，我又见到她为战死的亲军落泪，我才知道，朔漠女罗刹心中不止杀伐。楚将军深夜独行，未带亲卫，就不怕我取你首级祭旗？我今夜前来，不是跟你争吵的，我是想和你聊聊。你我有什么可聊的？止歌。止歌。我独自去见他，送他母亲给我的玉佩，上刻“止歌”2字。他迟疑后，终究接下，并回赠我一支朔漠的骨哨。他说，他愿拼死一试。然他迟疑劝和换来的，却是朔漠王要斩他于两军阵前。我只能将他带回大楚。我告诉他，若朔漠的鹰没有了方向，那便做朵不败的花吧。从此世上没有了阿兰若英，只有我的妻子木棉后。直到楚都的圣旨传来，我的君王要我亲手了断自己的誓言。他说，去母留子是为我的前程，也是为了楚氏全族。你要做什么？犯了滔天大罪，乱烧了魏家村，害了46条性命啊！今日
我们谢家要当着全楚都百姓的面，杖毙此凶徒以谢罪。对不起，让你这个家主也被那些族老责骂。说什么傻话！我是你的兄长，自然要护着你。只可惜此事事关重大，族老们群情激愤，就算我是家主，也不能为你开脱。九弟，我相信你是无辜的。等我走了，那些老头就不会找你麻烦了。想去哪里？可有什么打算？天地广阔，总有一个容身之地吧。这个唯有咱们谢氏嫡系才能见的秘药，有回阳救逆之功效。你把它带在身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客官不好意思啊，今年不迎客，不迎客，不好意思，是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迎客，不好意思。太傅，这凤林阁的鹿肉和炮豚都是一绝呀，再来一碗行羹，那更是美味呀。不如一碗面足矣。当年外戚杨氏、赵氏宣赫的时候，光一顿饭便是寻常百姓家1年的嚼用啊。外戚掌权，可见一斑。太傅，这谢氏气焰还是要打压呀。没错，没错呀，不能再养出杨氏、赵氏了。我巴不得再出一个杨氏、赵氏。先前的皇子之乱，如今的幼子皇帝朔漠入侵，追究起来，都是外戚祸乱的缘故。如今的民众恨透了外戚。谢氏一旦逾矩，纵使他们100年清明，天理也难容啊！太傅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呀！谢艳芳，此人奸猾，行事老练，最擅长博好名。如今为国舅，很多民众都将国朝重任寄于他身上，声望更大。不过谢氏也不是只有谢艳芳，别的不。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不对！小狼崽子，牙口不错。我伤了你的兵，你杀了我吧。想死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骨子里还是想活的。
死不了，那就跟我走。呀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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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让开！都让开！让开！别人都有罪，是有军法处置，儿臣不可肆意妄为。你给老子起来！当时那个时候，我们都知道那丸药是给将军救命用的，谁也没想到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呀！树木大战，朝廷总长认定你有功，你为什么向谁请罪呀？有功。拿将军的命还的。当时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！啊！你，呸！哎呀！小奶娃反了！立刻回营，禀报长公主。殿下，萧巡截杀信兵，我们与楚都的联系断了。边郡至楚都的驿站皆被萧巡掌控，谣言一至楚都，朔漠破白狼隘，云中3日必险，大军直取皇城。楚都现下如何？经营5万驻兵，州郡10万，还怕他萧巡呢？可怕的是，这天下之人都信萧巡说的拱卫楚都的鬼话，这样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带兵入城。萧巡若进了楚都，那阿宇必有性命之忧。谢纂在阿宇身边，虽然他心狠，但阿宇是谢家的倚仗，谢纂定不会让他出事的。你说的对，谢艳芳手中尚有一招至关重要的棋路，这一次，他一定会落这颗子。帮我叫小曼来。是。有什么事需要我做，你就直接吩咐吧。此间至楚都驿站皆遭截断，我想你率仓木寨弟兄，另辟蹊径，避开驿站，前往楚都，将我堂姐楚唐一家暗中护送离开楚都。干嘛这么麻烦呢？直接让小曼把边郡的消息带入楚都不就好了吗？这山匪之言，谁信呢？现在楚都的舆论风向已经彻底偏向了胡家的萧巡。哎，那楚唐这一家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古兰一介小小文官能有什么危险，值得咱们大动干戈的去救的？安平之乱时，伯父曾被萧巡利用谋害陛下，如今他是关键人证，必成各方争夺的棋子。拜托了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那你呢？打算回京？不。我要去另一个地方。爹，娘，你二人分离半生，如今在九泉之下，终能团圆。世子，洛城距离楚都已不足100里。当地的世家大族限期3日之内前来拜访，我会应允他们
此城池交由他们的子侄来管理。当然，拒绝听令的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世子放心，宁先生已经给了沿途世家的名单，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。前方还有多少兵马？郡中有将近2万驻兵，楚都也正出兵驰援，但并不足畏惧。若他们反抗，便一战击溃，就可以长驱直入楚都。另外，还有几件事。说，长公主孤身入萧南王府，以世子性命，要挟王爷退兵。哪怕是不知道，无情最是帝王家，什么父子，什么亲情，都是权力斗争可以牺牲的筹码。他竟妄想以此来要挟父王。楚都密报，谢艳芳已拟好楚兰满门问罪的圣旨，却压着没有发。好一个无情无义的谢三公子啊！阿昭怕是信错了人。楚灵一死，便立刻拿楚家祭旗啊！另外，我还有一事。哦，楚兰一家失踪了。好了？嗯。那正好。若是楚兰尚留在楚都，我们反被掣肘。哼！不过靠楚兰那个草包自己能逃离楚都，定是楚昭暗中安排。那我们这个筹码拿在我们手中最好。传令，封锁所有要道，务必抓住楚兰一家。是。大人，萧南王的兵马离楚都不足100里，途中的百姓盲目加入，恐生事端。之前派出去给萧巡宣旨的大人呢？那位大人至今杳无音讯。谢艳芳猜的没错，传令信兵是假。看来萧巡要借此事硬闯楚都逼宫了。萧巡沿途散播谣言，声称奉诏进京擒王，他分明是借机煽动民意，蛊惑人心呐！最怕的就是这，都城中的百姓也被其蛊惑。太傅大人应早做打算，倘若任其继续蛊惑民心，大人，大人。此番多方势力争斗啊，没料想受益最多的竟然是长公主。于累累尸骨之上成就长公主美名，也不知道那楚将军泉下有知，是否应该感到欣慰呀？我父亲欣不欣慰，就不劳王爷操心了。王爷时隔多日，再请我来，是不打算再留客了？哎，本来呢是想请长公主多留些时日，以尽地主之谊。可是如今这大楚这天下，它离不开长公主啊。王爷说的是，那便多谢王爷的款待。希望日后还能有机会来这萧南王府转一转。长公主莫不是忘了？这朝廷啊，已经封本王为郑国王了，持金玺绶带，享诸侯王权，所以这萧南王府也该改为郑国王府了。哎，不过这件事情上啊，这个谢艳芳倒与长公主不谋而合。说来也有趣，这谢三公子10岁的时候博弈之术便冠绝天下，故意输了50手，就为了最后一招屠龙，以区区残骑杀得他恩师是片甲不留啊！彼时的一桩奇谈可是传遍了整个的大楚。哎，谢小将军，你没有跟长公主说过吗？你兄长最厉害之处，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才是掌控棋局之人。看似你我相争，其实人家谢家才是执棋者。王爷今日话多，莫不是舍不得本宫走？哎，谢小将军，
你的兄长现在在楚都，莫不是？我不是谢家之人，我也没有兄长。看本王这记性，差点给忘了。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，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，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，人生截然不同，当真有趣啊！王爷慎言。哎，长公主莫要动怒嘛。本王就是好奇。 同是谢家人，你为何不选择一个给你助力更大的呀？毕竟没有谢三公子的默契配合，你的计谋是成不了事的。不劳镇国王操心，本宫祝王爷身体康健。毕竟，要再培养出一个合乎王爷要求的世子殿下，并非易事。 长公主此番能顺利与萧南王议和，全赖太傅那道圣旨。如今他亲至府上致谢，可见他已明白，若无太傅助力，他寸步难行。殿下既知太傅之能，此番示好，怕是有意结盟。权力不握在己手，终是虚妄。楚灵一死。 云中郡便是群狼环伺了，纵使有钟长荣坐镇，朔漠、萧南郡都在虎视眈眈，岂是区区一张盟约能够约定的？当初谢艳芳退回我的调将文书，他却在解围萧南郡中夺占了先机，获得了最大的好处。如今局势变更，与谁结盟？ 都得三思而后行啊！长公主真是带坏了楚都贵女们，让几位女子抛头露面，还要搞什么楚园文会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哪位正经的读书人会去啊？景公子说话可真有意思。 只许你们男子吟诗作对，就不许我们女子办文会了？莫不是怕被我们小小闺阁女子比下去不成？你竟口出狂言！景公子，我们办文会是为了有志之士可一展才学，而不是像你和你这些同窗一样，只有无能之辈才会在背后诋毁他人。才学的事儿，你偷不来也抢不走。 你在这说大话没用。好，那今日不妨我们就来比比，让大家都来看看，你到底是不是读书人。好啊！但若你输了，便不得再对我们文会有所诋毁，更不许阻拦别人参加。比就比，小小女娘如此猖狂，那棋艺、书艺以及才艺，还请景公子不吝赐教。 阿汤，你的棋到底行不行？之前同阿江姐姐学过些许，对付她，足够了吧？你跟女子学的能学到什么？啊？还要继续下吗？会下棋有什么了不起？都是你们小女娘们打发时间的小游戏罢了。就是，我们比书艺，我的。九弟今日在朝会之上，很是威武。杀朔漠王的事，是我擅自决定。可显然你也不会悔改。从小到大，你可曾听见我说一个悔字？你心意已决，我也不拦你。拦也无用。只是在此之前，有件事先办了吧。你母亲的牌位，
可以入谢氏祠堂。你说什么？九弟，你不是一直想你母亲入宗祠？如今时机正好，你也可以入族谱。你和你的母亲，往后就是名正言顺的谢家人。不必了。名正言顺谢家人的身份，全族的认可，这些你都不要了？我曾经一直以为，此乃我毕生所求，但是现在如何？我母亲不需要谢家香火的供奉，我也不需要谢家族谱的认可，更不需要什么名正言顺。我知道自己是谁，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这一足矣。看来九弟经历这一遭，确实跟以前变得不一样。既你心意已决，也罢。谢三，5年前你给我签鸡然血饮的时候，你可知道，吃了这药会死？这个唯有咱们谢氏嫡系才能见的秘药，有回阳救逆之功效。你把它带在身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九弟，那位就是长公主从边郡带回来的古为熟女统领，听说单枪匹马挑过树木少营，很是威风啊。阿强，一会儿有个宴请要参加。如今你虽得太傅亲言，可这些百年世家不必了。我梁强的功名是战场上挣来的，不是喝酒喝出来的。这回可忒不得，都是世家嫡系，若你应了太傅之邀而拒了他们，定会落人口舌。是啊，军功是重要，但若没了世家支撑，你就是第二个谢延来。难不成你也想为了一个卫将军之位，去立金令状杀朔漠王吗？公子，梁将军，这是一位客人敬您的酒。妾是敬酒，人不来，算什么敬酒？这酒不是我们店里的，是那位客人亲自酿的。公子，余商到了。问三公子好。
这是我家主人命我给三公子的见面礼。这无功不受禄啊！况且你家主人的见面礼也未免太贵重啊。主人说想借个道，久闻谢三公子手眼通天，不知公子能否？不急，去取坛好酒来，给余商接风洗尘。我这个人呢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这个酒量不太行。说起喝酒，我家主人倒是有些酒量，若有机会，还望公子能够见识一下。朱勇依靠长公主，现在可是拱卫署的红人呐。这拱卫署说抓谁就抓谁，连太傅都。恭迎陛下！跪！恭迎陛下，长公主殿下。拜！平身。谢陛下。殿下，臣请赴湖州查办夏训贪腐案。此案事关重大，需廷尉署、大司农协同拱卫署共查。烦请太傅安排。是。长公主竟主动让宫卫署与太傅协同，不再霸权独行，而太傅竟然回应了长公主的话，那这岂不意味着太傅接受长公主干政啊？我怎知他怎么想？但公子，您不是总说那楚昭和您很像吗？他怎么想的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好，那就由我来好好想一想。昨夜殿下去见了太傅，我本以为是不欢而散，行将决令。竟没想到是联手做戏。做戏？给谁看啊？自然是给我看。殿下怕我泄使独大，日后跟陛下分权，宁可扶植太傅，也要维持朝堂三方制衡。他倒是聪明，只可惜心太软。他既要朝堂稳定，我便偏让他知道。这世间容不得慈悲。这爆竹本该是年节里的热闹，如今秋老虎都没走，倒是先闻见一点味儿。从卯时想到申时了，满街都说边军快把收某王的王帐都献了。公子，您可还打算去边军？如今朔某王都成了砧板上的鱼肉，我再去趟这趟浑水，意义何在？叫个小辈去吧。走个过场而已。这原本该是咱们的局，要不是现在来中城早死了。但公子安插在望城的人杀了朔某王，梁强再趁势收回望城，边军便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都怪那小子横插一杠，坏了大事。急什么？
这军功簿上第一行写的还是谢字。至于领兵的是谁，重要吗？况且这能不能受封，还说不好呢。公子是说，今晚月色真美，庆功宴的事先放一放，先给太傅大人饯行吧。着火了？没有啊，山林里山火很多，多的火还没烧起来，我就能闻到。火势蔓延的又快又狠。整间屋子周围都被浇了易燃的火油，要是再晚一步，我也出不来了。邓毅就这么死了。我与太傅虽多有不和，可也不愿相信他与朔漠勾结，里通外国。为今之计，还是要以稳定朝局人心为重。太傅骤然离朝，值此乱局，我自当仁不让。好个稳定人心，好个当仁不让！谢三公子不愧为博弈天才，算无一策。具体失火的情况，拱卫署的兄弟们还在查，尸体也已经送去仵作那里了。殿下，殿下！是一群朔漠杀手伏击阿九，一直追出数10里，直到把阿九逼到断崖边无路可退。据说那小子已重伤，怕是为了保气节才跳的崖。以楚将军的铠甲为证，此身不死，必当归还。完璧归赵，连人带甲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。阿九，你这个骗子，你为什么誓言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军中接到匿名急报，偷袭阿九和朔漠王的不是朔漠杀手，而是萧南郡的人。萧薰自立为王后，担心云中郡成为威胁，便想劫持朔漠王作为筹码。乱我大楚，我必杀之。
传令，云中郡全军备战。我要萧巡，血债血偿。好一个尸骨无存！这朔魔王死在大楚境内，楚昭最锋利的刀也折了。铁英，你说他现在脸上是什么表情啊？心眼来意思。哎，别动啊！伤口刚结上痂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。我没死，没死。阎王说了，你煞气太重，他不敢收你。没死就好啊。你死就是福气。来来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你这伤口离你的心脉就差这么一点点。朔魔王呢？尸骨无存，那边内乱不止，应该顾不上跟咱们斗了。哎，你别动！你怎么这么不听劝呢？你快，我得回去。我知道。你就是着急见那丫头嘛，但是咱先把命保住，行不行啊？楚都动荡啊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找人把你活着这件事告诉他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去了，你拿什么保护他呢？阿昭，等我。阿九，月亮又圆。断肠苦事残首，心一朝，平遥生云霄。摘下傲骨血肉成鞘，风霜万里踏过，人等走古道。人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是爱在人世间傲，烈焰中咆哮，大海也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别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东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是我道。无惧路遥，留一生日不草，也要人生。